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朋友经常吃一些油腻的东西，经常喝酒，或者吃一些生冷的食物，这样就会损伤到我们的脾胃，这样就很容易导致身体湿气重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哪几种水果是湿气重不能吃的，以及怎样去除身体的湿气。首先第一种就是香蕉。香蕉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水果，它的营养物质非常的高，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钾等等这些微量元素。如果有便秘烦恼的人，可以吃香蕉来通便。那种熟透的香蕉确实有一定的润肠通便的效果，但是生的香蕉、不熟的香蕉，它里面有鞣酸，吃多了之后反而会加重便秘，这一点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。香蕉它是一种偏寒性的水果，体质湿气比较重的人吃香蕉很可能会加重一个人的湿气，所以湿气重的人就尽量少吃或者不吃香蕉。第二个就是西瓜。西瓜在夏天的时候可以解暑解烦渴，西瓜里面水分比较多，所以它能够解热解烦渴。很多人喜欢在夏天吃西瓜，但是西瓜吃多之后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。如果体内湿气重的人吃太多西瓜，很容易会伤到我们的脾胃，导致湿气更加的严重。而且西瓜是偏凉的，所以经常吃的话会导致我们体寒、胃寒、脾胃虚寒。这个时候脾胃虚寒，运化水湿的功能就会下降，那么就会导致体内湿气特别的严重。所以体质湿气比较重的人群还是要尽量少吃西瓜。第三个水果就是芒果。芒果营养价值很高，研究表明芒果能明显改善便秘的症状，促进机体肠道的健康。研究人员发现，芒果里面多酚跟纤维这种混合物能够有效的缓解便秘。芒果它富含维生素，对于美化肌肤是有一定帮助的。虽然芒果有这么多好处，但是如果本身体质湿气重的，又吃了很多芒果的话，那么肠胃就会比较难消化其中的水分还有糖分，容易引发湿气加重。特别是广东、广西、两广地区，很多人经常获得很多芒果。有人会觉得芒果很毒，民间有这个说法，就是因为芒果会加重这种闽南地区本身湿气偏重的人群。很多人吃了之后又不舒服，甚至有一部分人会出现芒果过敏，比如口腔过敏、嘴唇发肿，或者其他的皮疹等等，皮肤发痒等等这种过敏的症状。所以湿气重的人还是要尽量少吃芒果。第四种就是榴莲。榴莲有水果之王的称号，是一种热带的水果，俗话称一个榴莲抵3只鸡，所以榴莲它的营养价值还是相对较高的，富含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、纤维素等等这种营养物质。而且榴莲它的热量也是比较高的，含糖量也比较高。如果要控制体重的人群，尽量不吃榴莲。另外，榴莲还是一种湿热性质的水果，所以榴莲大家还是要尽量少吃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除身体的湿气呢？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。首先准备8颗薏米。薏米口感清淡，营养丰富，食用价值高。薏米为常用的祛湿药物，有很好的利水消肿、健脾祛湿、清热排脓的作用。薏米中含有元素硒，还有一定的抑制癌细胞增殖的功效，还可以减轻肿瘤患者放化疗的毒副作用。薏米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可以促进新陈代谢，减少肠道负担，可作为体弱者的补益食物，对消化不良也可以起到很不错的效果。薏米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， 这种物质有助于保养皮肤，经常吃薏米还有助于保持皮肤细腻，淡化色斑，美白肌肤。再准备12克红豆，红豆具有很好的祛湿效果，
还有丰富的钾元素。红豆皮中还含有种皂角苷的物质，具有很好的利尿作用，对于肾虚的患者具有很高的治疗作用，可以缓解肾虚引起的面部浮肿、脚部浮肿等症状。红豆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蛋白质等营养物质，具有清热利尿、祛湿的作用。红豆还可以给身体补充大量的铁元素，具有补血的效果。冬天多吃红豆也是有好处的，可以增强体力。把薏米和红豆放入碗中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先把薏米和红豆清洗干净，洗去表面的灰尘和杂质。洗干净之后，再倒入清水浸泡着备用。接着准备小把枸杞。枸杞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滋补品，食用对身体有一定的补益作用。中医认为，枸杞性味甘平，归肝肾经，具有滋补肝肾的功效，可用于肝肾不足症，有助于改善遗精、腰膝酸痛、头晕目眩等症状。现代研究发现，枸杞中的有效成分能显著提高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功能，还可以起到抗氧化、抗衰老、降血脂、降血糖、抗辐射、降血压、抑制细菌的作用。枸杞也同样将它清洗干净。枸杞清洗干净之后，放在一旁备用。现在把薏米和红豆倒入锅中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开大火烧开之后，再煮45分钟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个留言和每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。请在底下留言+1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时间到之后，再把枸杞放进去，枸杞不宜久煮，放进去之后再煮2分钟就可以出锅了。时间到之后，将它盛入碗中。薏米、红豆最主要的功效就是排除人体的湿气，在平常生活当中，对于一些体内湿气比较严重的人，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薏米红豆粥，这道粥还能排毒、消肿、增强肾功能、美容养颜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是多多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